你敢相信吗？面对伊朗单方面向过往商船强征通行费的要求，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海运的小国，新加坡政府给出的回应却异常强硬，那就是绝不谈判，1分钱都不会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国在强权面前低头妥协，花钱消灾才是生存之道。但新加坡外长维文和副总理严金勇把话挑得很明，航行自由是一项受国际法保护的绝对权利，它不是沿岸国家可以随便施舍或者收回的特权，更不可能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看似硬碰硬的不低头背后，其实藏着极其严密的法理逻辑，以及关乎新加坡生死存亡的战略考量。对于像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这种扼守全球咽喉的国际水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8条确立了一个更强硬的规则，叫做过境通行权。这个权利是不可暂停的，沿岸国不仅不能以任何理由妨碍船只通行，更被严禁向过境船只征收任何形式的通行费或者行政税费。新加坡之所以把绝不谈判通行费设定为死板的红线，是因为一旦在霍尔木兹海峡捏着鼻子认了这笔账，承认了缴费换通行的强盗逻辑，那么这个危险的先例将立刻反噬马六甲海峡的法律地位。如果中东可以合法收过路费，那未来马六甲海峡周边的国家一旦遇到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压力，是不是也可以照猫画虎设卡收费？对于一个把全球转运中心作为立国之本的新加坡来说，一旦马六甲海峡变成收费站，失去的将不仅是经济利益，而是整个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所以，对这种海盗式收费的坚决抵制，本质上是新加坡在誓死捍卫海洋宪法，这也是一场输不起的国运之战。在过去这半个世纪里，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基石的航行自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崩塌。我们正在见证全球海事系统从效率驱动时代极其痛苦地跌入脆弱性暴露时代。过去几十年，全球航线的设计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把成本压到最低，供应链的结构也是为了追求极致的规模效应。大家曾经天真地以为，这种高度的相互依存就是稳定和韧性的护城河，但今天这种相互依存正在变成最致命的风险敞口。地缘政治的战火已经把这个残酷的现实推到了聚光灯下。自从2026年2月底，中东地区的冲突彻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咽喉遭受了灾难性的干扰。因为沿岸国强行征收通行费，并设置排他性的准入条件，原本每天熙熙攘攘的150艘商船迅速萎缩到屈指可数的4-5艘。新加坡政府将这一事件精准地定义为系统性冲击。为什么？因为在短短几天之内，这种局部的航道阻塞就如同病毒一样，迅速传导到了全球的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和每一个人的生活账单上。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完全依赖海运的城邦国家来说，远方的战火从来都不是新闻里的谈资，而是对海事公理的公然践踏，更是直接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全球航道因为地缘撕裂而面临断裂风险的时候，新加坡非常清楚，光靠嘴上抗议是没用的。但他的解法不是单打独斗，也不是去搞军备竞赛，而是通过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深度协作的海上秩序联盟，把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硬生生打造成了对抗地缘冲击的超级稳定锚。为了防止马六甲海峡出现类似中东那样的秩序崩塌，新马印3个沿岸国搞出了一套非常聪明的制度，叫做合作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逻辑堪称降维打击，它不搞强行收费，而是玩了一手责任共担。简单来说，就是航道的使用国，你既然享受了便利，就应该自愿掏钱来协助沿岸国维护航标、清理油污和保障安全。这就巧妙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3条的框架。在这个机制下，他们设立了航行安全基金，不仅邀请中美日韩这些航运大国坐下来一起讨论政策，
还接受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的自愿捐款。比如日本财团就曾累计捐资超过150亿日元。这种多边联盟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彻底消解了单一边界争端可能引发的航道封锁风险。通过把全球主要大国的利益深度绑定在马六甲海峡的日常维护中，新加坡极其高明地把这条海峡的资产属性从区域性水道直接拉升成了全球公共产品。当别人企图用强盗逻辑破坏公理时，新加坡之所以敢于硬刚，底气就在于这套被全球贸易伙伴广泛认可且深度参与的马六甲模式。新加坡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全自动化港口和海事数字平台，把物理上的咽喉要道强行升维成数字上的主权高地。首先是物理防御的终极压注，大势超级港口。这个正在分阶段建设的巨无霸，到2040年代完工时，年吞吐能力将达到恐怖的6500万个标准箱，成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码头。在红海改道、地缘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新加坡港口依然逆势增长，这证明了它作为全球物流缓冲枢纽的不可替代性。但新加坡的野心远不止于做一个高效的装卸站，他们提出了节点到网络战略，把港口变成了一个能动态调整全球物流流量的超级神经网络。为了保证这个网络绝对安全，他们引入了最先进的数字无线电通信技术，确保在极其复杂的全天候自动化作业中，算力压制带来的是零失误的协同。而更让人叹服的是他们在数字标准上的降维布局。在海事周上，新加坡重磅推出了叫做 OCENSX 的数据与 API 交换平台。这一招的战略意图非常深远。当全球物理航道的规则开始分崩离析时，谁能定义数字化贸易的标准，谁就卡住了未来的脖子。这个平台允许政府、港口和航运公司直接交换受信任的数据，大幅度抹平跨境贸易的摩擦。在一个信任极度稀缺、各自为战的世界里，信任本身就是最昂贵的溢价资产。新加坡通过推动海事数字化双胞胎等前沿技术，实际上是在物理航道之外，硬生生给自己打造了一张基于数据的数字过境通行权。哪怕物理航道受阻，全球贸易流依然能通过新加坡的数字指令，瞬间计算出最优的替代路径。这就是标准级主权的最高级玩法。在这些宏大的国家战略和冷冰冰的吞吐量数据背后，我们绝对不能忽视那些在风暴中心苦苦支撑的真实个体。这场海峡冲突绝不仅仅是国与国的主权博弈，它更是一场活生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足足有2万名海员被困在波斯湾的2000多艘商船上，其中甚至还包括6艘满载无辜游客的游轮。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海员每天呼吸着战争的硝烟，承受着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极度高压，甚至已经有10名海员不幸殉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惨状在2战以后绝无仅有。在海事周的炉边谈话中，面对整个行业对海员安危的焦虑，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动情地表示，海员的安全绝对是心头的头等大事。但紧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在如此危急，甚至看起来有些残忍的情况下，新加坡依然咬死底线，拒绝跟勒索者进行任何利益交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痛苦但又无比清醒的人文理性。你想啊，如果今天新加坡为了救回困在海峡里的29艘本国船舶，选择向强权低头，交了非法的买路钱，或者承认了对方单方面设定的准入权，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未来全球150万名海员，只要经过任何一个地缘敏感的咽喉要道，都会立刻沦为别人用来进行政治勒索的肉票。新加坡这种看似硬心肠的冷酷决定背后，其实是对全人类海洋权利最深沉也最长远的守护。长痛不如短痛，绝不能让绑架勒索成为国际海事的潜规则。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在拼尽全力，通过协调周边港口提供物资补给和心理援助，用实际行动在战区边缘撑起了一张人道主义的安全网。
新加坡之所以在航行自由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一种近乎执拗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懂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国际法就是身上最坚固，也是唯一的盔甲。通过死守过境通行权这条底线，新加坡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货船，更是在为一整套支撑全球繁荣的公海公理续命。他们用马六甲海峡的合作机制向世界证明，区域责任的共担完全可以战胜单边霸权的勒索。他们用大式港口和数字化平台的决绝投入向世界宣告，即使在最恶劣的地缘环境下，这里依然是全球供应链上最聪明、最坚不可摧的避风港。狮城的这条红线早就超越了法律条文的边界，它是一道极其强悍的心理防线。它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自由航行的权利永远不容买卖，海上秩序的稳定绝对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勒索。在这个地缘政治疯狂洗牌的分水岭，新加坡的硬骨头给全球海事体系的重塑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生存样本。如果你也认同这种在危机中坚守底线的生存智慧，或者对全球地缘格局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会持续为您深度拆解东南亚及全球的硬核政经资讯。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